在本届珠海航展上，歼20用上了国产发动机，而且呢还公开了部分数据。那么除此之外，还有些什么样的惊喜带给观众呢？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付建少。在第13届珠海航展上，歼20呢第3次亮相航展。他们不光是在空中进行了飞行表演，而且呢，相关部门还首次披露了歼20的数据。从公开的数据显示呢，歼20的机身长21.2米，高4.69米，翼展13.01米，它的最大飞行速度达到音速的2倍。4个参数既简单又说明问题。我们来比较一下美国的 F-22战斗机，该机的机长是18.9米，要比歼20呢短不少，但是它的翼展要比歼20略大。那么从这个角度看呢，翼展大，理论上讲应该对巡航、起降有好处。但是 F-22它采用的是比较常规的后尾式气动布局，而歼20采用的是压式气动布局，因此它能比 F-22获得更大的可用升力。同时歼20的机身长预示了它的长系比大，那么长系比大有利于超音速巡航，也有利于提升它的最大飞行 M 数，也就是马克数。这一点 F-22由于机身比较短，尽管它的推力更大，但是它的最大飞行 M 数也不过就是 2.0。 但是不要忘了，歼20在本届航展上虽然已经装上了中国芯，但是这还没有完全到位。装上中国芯只预示着歼20现在已经可以投入大批量生产了，但是下一步的改进改型的工作呢还没有完成，因为最终的动力装置现在呢还在研发。我想不远的将来，歼20就可以配备更先进的、推力更大、推动比更高的国产发动机。那么到那个时候，那么无论是超音速巡航还是最大飞行 M 数，应该可以全面的超过 F-22。那么有些网友会提出一个问题，既然歼20的机身要比 F-22长出好几米，那么会不会带来结构重量上的问题？比如说它的空机重量要比 F-22大？其实不见得，因为歼20研发的时间要比F-22晚很多年，因此我们可以采用更多更先进的设计和制造技术。比如说现在我们的一些断压机械已经超过美国，那么美国很多的大型机件它是没办法加工的，往往只能采取焊接、洗削这样的方法来加工一些关键的机件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我们由于有了更先进的生产设备，因此呢，很多部件的生产应该说能够达到更高的水平和更低的重量。尽管歼20的机身比较长，但是它的空机重量不见得会比 F-22大多少，这是其一。那么较长的机身，前面说到，除了它的超音速阻力会比较小以外，它的大容积应该说也是非常有利的。歼20在机体内部呢，可以装载大量的燃油。就目前而言，歼20是所有隐身战机中航程最远的、作战半径最大的。F-22虽然设计的也很不错，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，那就是它的作战半径太小。短机身必然会缩小它的机内容量，
因此载油系数偏低，它的最大作战半径据说只有1000公里，这显然比第3代战斗机还要差一些。在这方面可以说歼20比 F-22有较大的优势。那么 F-22呢是一款制空战斗机，歼20是不是呢？歼20肯定也是，因为它的机动性更多的是依赖它的先进的气动外形设计。F-22呢外形设计比较普通，但是它有推力式氧喷管，因此二者的目前的机动能力应该说相差不多。但是，一旦歼20换装了更先进的国产动力装置，并且配备推力式氧喷口以后呢，恐怕将会碾压 F-22。再加上歼20的机载航电系统，包括雷达系统、综合孔径系统，都要超过 F-22，甚至呢 ，F-22没有的歼20都有。在战场态势感知能力，歼20要比它强。另外，歼20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飞得远，不但能够执行制空任务，还能执行远程截击任务，会对敌方的空中加油机、预警机、运输机以及电子战飞机构成极大的威胁。在这点上 ，F-22就是有差距的了。即使它为这些特种飞机护航，由于航程不够，作战半径太小，因此在这些大型的什么空中加油机预警机抵达战区的时候，它恐怕就不得不返航了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美军的这些特种飞机很可能就会面对我们歼20的精确打击和拦截。有些摄影爱好者在本届珠海航展上抱怨天气不好，老是拍不到很清晰的歼20的图像照片。其实他们有一个误判，在这届航展上，81飞行表演队和红鹰飞行表演队给观众天天做飞行表演，他们的身影应该说我们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何况无论是歼10还是教8，他们的个头要比歼20小得多。那么为什么这小得多的飞机我们能够看得很清楚呢？这里面最关键在涂装。歼10表演机、教8表演机，他们的涂装都是比较醒目的，而歼20的涂装可是按照有关的规定进行了隐身化的处理，无论是航徽还是机号，都采用了低可探视的技术。可以这么讲吧，这些摄影爱好者还真有福。歼20是款隐身战斗机，但是它的雷达隐身性能，我们目视的观众几乎是没办法体验的，体会不到它的隐身性能，只有雷达才能感受到。但是现场的观众和这些摄影爱好者们却可以在现场亲身体验到歼20战斗机的目视隐身性能是相当优异的。它稍微的飞高一点，它的外形就和天空融为了一体，你很难找到它的所在。就这一点而言，歼20战机不光雷达隐身性能好，红外隐身性能好，它的光学隐身性能也是相当优异的。可以这么讲，歼20在本届珠海航展的亮相，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的惊喜，而这些惊喜恐怕需要观众们细细的品味。好，今天的介绍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